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肚子大、内脏脂肪多，今天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不需要你每天下楼去跑步，更不需要你去健身房，只要自己在家有一个像我一样坐的椅子，就能够彻底的锻炼到我们的腰腹，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每天坚持去做上一个3到5分钟，就会让我们的肚子的脂肪燃烧的更加彻底，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很好的强健我们的一个腰腹，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素质，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咱们坐在椅子上，然后身体微微的后倾把腿你看摆动起来，摆动起来，身体上身也可以一起摆动你看也可以一起摆动。然后呢，我们需要是什么呢？在摆动的时候，先拿手指放在我们的腹部摆动的时候，你要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指尖按下去，按在我们肚子上，里面肌肉是硬的它处于一个发力的状态。如果说我们摆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软的，或者一直是硬的，它没有一种这种波动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可能活动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如果当你感觉到你的肌肉是正在一硬一软，或者手下有肌肉的这种波动，证明你的肌肉正在发力，你的动作就是对的。好了，满足了动作对这个条件以后，我们开始真正的做这个动作。手直接往前伸，和身体进行一个旋转把动作幅度摆大你看，脚来回左右的进行一个摆动，配合呼吸，看我的频率。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这样去做。你会发现你去坚持去做上一个这个40个到50个左右吧。一般来说，我们按照1分钟或者是半分钟这样去计算。做完以后你的腰腹包括我们的腿都会得到一个持续的锻炼。而且这个动作因为它是一个接近于全身的运动。它还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的一个心肺功能。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特别的累，坚持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身的改变是非常的大。每天呢，咱们就坚持一个3组到5组，就可以彻底的刺激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脂肪，让其代谢燃烧，并且呢，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它的效果绝对不亚于任何的跑步，包括我们的一个散步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能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过肥的人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四肢是最容易瘦的，而我们的小腹是最难瘦的。那从我的方向来说呢，我看过很多减过肥的人，包括一些原来的一些易瘦体质，你会发现小腹不仅难受，而且呢易长。很多人原来是瘦条条的，一到中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小腹上面就会堆积赘肉，哪里都瘦，就小腹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小腹来说2点。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小腹是最容易堆积赘肉的，以及怎么样解决，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专门的去针对我们的小腹去瘦腹，达到一个定向精准打击的效果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咱们先说原理，小腹为什么最容易变胖？那首先就要说到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了。我们会发现小腹容易变胖的人和久坐是离不开干系只要你坐着，你会发现那我们的气血从上流到下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腹部。为什么？因为唯一的一个穿行通道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腹股沟这里下面连通着2个气血大户就因为一坐嘛，它就被压着，一压着整个腹部的这个气血不通，它就容易让我们的小腹堆积赘肉。而且你会发现堆积赘肉都是从下往上走的不是说有的人上面大慢慢再往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到重力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脂肪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就是说脂肪它会在细胞里面慢慢的往下沉，也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赘肉会慢慢的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
堆积在下方，而堆积在下方以后，又恰好的压住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大门，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好一个恶性循环，越压气血越不通，越不通呢，堆积的脂肪就越多，久而久之这个小腹就慢慢的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姿势，让我们的气血达到一个通畅的效果，往往这样呢就能抵消到我们日常当中久坐而来气血不通、堆积脂肪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把这个动作练好了，再配合每天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达到快速的让你小腹减少赘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动作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腹部肌肉，也能够有着帮我们缩减腰围的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首先讲一下手势。手是合并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掌面对着自己手掌面对着自己，然后往上去伸伸上去以后尽量保持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手肘伸直，并且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耳朵上贴近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面是摸着我们背靠墙，手面是尽可能的去往墙上靠拢，但是你不一定能靠得上，但是我们尽量去往上靠。这两点把它做好了以后，就是把我们整个上面的气往上拔然后呢，我们下腿并拢，然后整个身体靠在墙上。我们把这个动作只要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立马就被收紧了。然后呢，在这个姿势之下，它的整个气血循环的一个运行会比你原来正常站姿要快很多倍，而且立马能感觉到这个小腹变收紧的感觉。不信的话，你单手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摸一下你的这一侧的腰腹部是被拉紧的同时这个小腹不由自主的开始往内收。然后我们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好，就这样去站。你去站直一个，大概在5秒到15秒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背会酸，手上会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小腹被绷得紧紧的。我们正常保持一个20秒，然后踮脚5下，大家注意看，保持20秒以后，开始把脚往上跌，配合吐气，手往上伸大家注意看来。手往上伸，来2，来3，手伸的时候小腹也要收紧，3、4，好，最后一个5，好，这5下做完，加上之前的20秒，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腰背笔直，而且小腹你到时候就可以去量一下，做完以后腹部会被你刺激的紧紧的向内收。很多朋友小腹没有力量，长期久坐肚子容易堆积赘肉，你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每天你去做一个3到4次坚持去做，慢慢的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难度也会逐渐降低，再配合适当的一定的运动，就能够让你的小腹变得越来越瘦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我认为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居家练习我们的形体练习我们的整个状态瘦小腹的一个好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肥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你的代谢，代谢高了，你就可以24小时不断的燃脂。你看人到中年为什么特别容易发胖？就是因为它的基础代谢水平下降，所以呢，很多的脂肪它没有办法代谢出去，就囤积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的就变得肥胖了。今天教大家一套经络减肥动作这套动作可以疏通我们身体上最难的3大关，把这3大关疏通了，你身体里面的代谢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躺着也能去减肥。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我们需要准备2把筋斗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没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的橱窗，这2把筋斗拍非常的耐用实用，居家备上2把，轻轻松松减去身上一身赘肉。减肥的第一大关就是通带脉就这样去拍拍打我们的带脉。但是咱们拍的时候要注意当拍子接触到我们身体的一瞬间，我们的小腹就要内收，所以在拍的时候，我们还要促进我们的小腹内收，做一个小腹内收和提肛的动作。
那么拍带脉啊，它是作为减肥的第一个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带脉如果通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啊就容易下行，那下面的气血也容易往上走。那么这样的话，全身的循环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你自然而然肚子啊就不易堆积脂肪。你看我们的脂肪最容易堆积腹部，就是因为很多人啊带脉它是不通的。咱们就这样拍的。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拍的时候呢，咱们的手啊最好不要用手去拍。为什么这样说呢？手去拍啊，它容易把力量啊沉积在我们的皮表，它渗透不到里面。拍子呢，它因为它结构比较特殊啊，所以拍打起来，即便你看我们的手只要轻轻的一挥，它的力量就很沉很实在啊，能打在我们的肚子上面啊，非常的好。好，我们这个拍带脉啊，每天你去拍一个啊50下到60下，拍完以后啊，你一定要有一种小腹啊酥酥麻麻，并且里面内在深层啊发热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了。带脉疏通完了，我们就要做第二个动作，叫做小步健脾足三里。大家看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实在，为什么呢？这个快速的一个小腿的抖动，它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腰腹啊，对吧？动作拆解来看，我们现在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小腿的抖动。同时呢，我们在拍打哪里呢？拍打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手自然下垂，手腕微微抖动，它这个拍子啊很有弹性。你看，注意看，你轻轻只要一抖，它就拍上去了。快速的进行小腿的抖动，它既可以去帮助我们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同时呢疏通我们的足三里，健我们的脾胃。脾胃好了我们身体里面运化好，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变瘦。好，我们就这样去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般不按数字去数我们去做一个1分钟或者到1分半钟你什么时候感觉这个腿这里有微微发热然后慢慢的心跳开始加速了，那这个动作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停止了。我们就这样去做动作做起来是非常简单，但注意做的时候这个腰背不要这样塌着，不要塌着腰背挺直。正面大家看一下。腿微微的抖，快速的抖动，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做起来会非常的累小腿也酸腰腹也酸，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通络又可以健我们的腰腹减肥的一个动作。第三个动作是空中画圆通胆经，这个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但是它更能够锻炼我们的腰腹，疏通我们的经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减肥燃脂的效果还不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这个腿迈开，腿一定要迈大一点。然后呢，这个脚尖是朝前方正前方，像我这样然后我们怎么做呢？一只腿弯把拍子放在我们哪呢？大腿的中段，小腿的中段是这样的你看拍的，大腿的中段，小腿的中段好，来起始姿势摆好看好，空中画一个圆。你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腰腹给拉开了空中画一个圆，来1、2。我们在拍打的一瞬间，注意看我的膝盖是微微弯曲的。2、3、4、5、6，一样不强调快7，一定要把身体给支撑起来。8、9、10、11、12、13、14、15、16、17。好。这个动作练起来可以说是强身健体的同时又能够减肥，促进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循环提升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率。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好，你只要每天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20个为一组，做上3组，就能够强腰瘦腹，同时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苗条。好了，这3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把3个动作连贯在一起去做。那么练完以后大概是10分钟，你就可以享受到24小时持续燃脂这样的一个效果。好了，这个动作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收藏下来，平常跟着我去练。我是大伟，没有点赞的长按视频下方的赞，给我一个超级赞。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大伟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惊喜。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肥胖是一件令人非常苦恼的事。很多朋友在和肥胖的斗争上面是常年的斗争，但是呢，屡败又屡战，屡战又屡败不少人他是打不过这个肥胖的。为什么呢？不是败在自己的口欲上面，就是败在了自己的行动力上面总之，他对于肥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们又知道肥胖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包括形体会带来诸多的危害因素比如说这个形体看起来显得臃肿整个人没精神；要不然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三高特别是中老年人心血管上面的问题胰岛素抵抗脂肪肝
都会带来诸多的一些危害健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很多人啊都知道啊，常年喊着一个口号，就是我要减肥。但是不幸的是啊，在这个冬天当中啊，身体里面会自动启动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囤积脂肪。因为身体啊，它需要能量去御寒，同时呢，也担心你在冬天里面啊吃不饱、穿不暖啊，储备一点能量，以防万一，到时候及时啊给你供上啊，这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且呢，在冬天啊，我相信大家。原来可能春夏秋都会去锻炼，但是到冬天啊，基本上就很少出门锻炼了。为什么？天气太冷了。一方面啊，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除非你是有强大的毅力啊，你能坚持下来，不然的话，这个就很难坚持。还有这个冬天天冷，你一出汗也怕受凉，对不对？所以呢，在冬天当中啊，基本上很少人能去做到啊真正上的啊减肥啊。运动啊，在这里啊，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每逢佳节胖3斤啊。特别是过年，很多朋友啊，过年前和过年后啊，这个就胖了一圈，衣服啊都穿不上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号召大家一下，在冬天咱们也可以减肥，在室内啊，不需要场地。我教大家2个动作，你每天就坚持练一练，保证你在这个冬天啊还能保持原有的身材，甚至啊变得更瘦了啊！这2个动作在减肥当中非常管用。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2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提高你的心肺能力啊，疏通你的经络，增加整体的一个代谢能力啊，强身健体非常的好。运动是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啊展示给大家看啊，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试试看。好，我们现在来详细的讲一下动作。这个动作啊，我们首先做到双脚啊微微的并拢，不是完全并拢啊。微并拢以后呢，从侧面来看的话，一只脚抬起，好，然后紧接着另一只脚抬起啊，就是这样。这个动作大家感觉很轻松是吧？然后我们加入手臂的一个摆幅。是不是就像在原地走路一样？但是它效果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动作的拆解啊，不是一个正常做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整个做的时候，整个腹部啊，小腹一定要收紧，有一个提肛的动作啊，也要把你的整个核心收紧。然后呢，我们做完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呢？用我们的脚跟啊去撞地啊，在做的时候，脚跟有个撞地的动作，看好啊，腹部收紧。脚跟撞地，好，来回的加快速度，啊，然后把手摆动起来。这个动作你不要看它很简单，它和跑步也不一样。你会发现我们的脚每撞地一下，我们的身上的赘肉啊就开始在抖动，对吧？它的原理呢，就是我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正负气啊，它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动作当中，它是加强了什么元素？它是加强了一个运动的元素。所以呢，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啊，速度不用快，我们先去找节奏啊，慢慢的去做。因为这个动作呢，它是一个原地性的动作，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他的这个膝盖啊是不承担任何的一个压力的。我们只需要以踮脚尖啊，先让这个小腿呢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然后把手慢慢摆起来，然后慢慢的尝试用脚跟撞地。好，当随着我们感觉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开始加快我们的速度啊，大家从正面看啊，加快我们的速度。你会感觉到身体开始抖了啊，这个赘肉啊开始抖起来了。好，想象自己在跑步，但它和跑步又不一样啊。想象这个用脚跟撞地啊，始终去撞。好，你去保持住。一般我们坚持去做一个80秒啊，60秒到80秒左右，就是1分钟左右。然后你感觉你的心率啊上来了啊，心跳上来了，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这个动作的精髓呢，就在于一个震啊，它是震通我们的经络。同时呢，因为达到了一个原地的作用嘛，它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骨骼伤害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动作呢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当中练习的。每天我们去做一个6到8组啊，做完以后啊，身上微微出汗，心跳加速啊，这个动作就完成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在冬天一起练起来，让身体的脂肪越来越少，身体回归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感觉视频有用点击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那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一波关注，我是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个干货满满的健康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么我前2天呢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个脂肪是最温柔的杀手，而且对中老年人的杀伤力非常的大。那么为什么叫做温柔的杀手呢？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堆积脂肪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处于一种不知道的一个状态。
那你看很多人啊，他这个身体变胖，你问他你怎么变胖呢？你变胖的过程是什么样呢？啊，他可能都回答不了你，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就不知不觉当中啊，他身体就慢慢变胖了。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呢，你是问他，你减肥的过程是不是很困难？他可能很快就回答你减肥的过程怎么样啊？因为减肥你是一种主动的形式，这种形式之下呢，你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极大的毅力才能减下来。那么回到这个脂肪的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脂肪和什么有关？脂肪和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患病率有关，对吧？过多的脂肪会造成我们患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概率变高。其次呢，脂肪和我们的三高有关系，对吧？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就是说你过度的肥胖，或者说你身体里面肥胖，那你可能患有这个三高的几率要远远大于这个身体比较瘦的这么一类人。再其次呢，就是直接关系呢，这个脂肪我们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手上一捏，对吧？这个肉软乎乎的，这个叫做皮下脂肪。还有一种是什么脂肪呢？它叫做内脏脂肪，就是说这个脂肪它附着在我们的内脏上面。那么这个内脏脂肪这最典型的就是脂肪肝了。那么很多人他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内脏脂肪的一个危害我们做一个比喻我们就把内脏脂肪比作什么呢？就比作这个排风扇这个散热器上面的这个灰尘。当这个散热器上面布满了灰尘以后呢，这个散热效果肯定就不理想。所以呢，当我们的脂肪附着在我们的内脏系统上面内脏脂肪变多，那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就远远降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情况也会急剧下降。所以大家看，无论是从哪一点这个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危害它是非常大的。但是之所以很多人没有重视，就是因为它是温柔的杀手早期你身体堆积脂肪的时候，你是不痛不痒的，除了你这个很在乎外形的人以外你如果对你的外形没有太多的在意的话，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它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不适，对吧？但是呢，当你堆积脂肪过多的时候，它一点一点就开始侵蚀你的身体侵蚀你的血管，我们血脂变高对不对？我们的内脏脂肪变高我们患上了中轻度的脂肪肝对不对？这些都是你的脂肪在慢慢的侵蚀你的身体。当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的一些机能老化了，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能扛能打了，那这个时候脂肪它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大。所以无论任何的年龄即便你不从形体上去考虑，你也要时时刻刻的注意减肥。减肥的要素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饮食上面控制好，叫做什么？低热量、少油、少盐少吃这个脂肪含量较多的一些食物。所以呢，我们从饮食上面通过控制让我们的摄入的热量降低摄入的不好的脂肪含量降低，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堆积速度变慢了。那这个嘴巴堵住了以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还要去运动运动可以说是最直接有效的帮助我们这个把身体里面的脂肪去分解掉的一种方式。最好的，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每天你去进行一些跑步，然后呢去跳操。这个呢，对于减脂来说效果是最快的。那么可能很多人还有一些高级的玩法，比如说是辟谷，比如说参加一些徒步训练营或者是在一些团队组织当中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个呢也能很好的进行一个身心的锻炼。但是每个人呢他方法不同，不过这个核心就围绕着两点，一个是嘴巴，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行为行动行动上面我一直认为大家应该是坚持去做的，因为这个行动它是不可替代的，它能有效的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运行，强大我们的心肺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活力，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它还能减脂。所以说你说运动重不重要？所以每个人他这个应该为自己未来的一个身体健康去做规划，你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对吧？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抽出多少的时间去运动？这个晚上吃完饭以后散步，它也是一种运动。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加快我们的速度然后呢达到一个竞走的状态，它也能够很好的锻炼身体，减去身体里面的脂肪。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呢，就是要知道这个脂肪对身体的危害，从而快速的去进入一个对抗状态进行减脂进行针对进行干预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行为。好了，今天的视频呢，主要是向大家传递了一个脂肪的危害，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那如果说不知道减肥的方法也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或者我后面重新做一个更详细的来给大家讲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知识，谢谢大家。